欢迎来到今天的月潜伏特别前瞻节目，我是呼呼，大家好久不见了。那身边这位呢就是 Sky 了，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我是 Sky， 今天不写作文了很高兴在这里能够跟大家面对面的聊月潜伏。我俩呢今天搭档，主打一个有问必答。其实自公演计划发布以来呢，项目组对大家的留言还有建议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，终于呢赶在公开测试期间直接上前瞻节目。说来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见面了，那我们这次一定把开发进度打一到位。接下来我们会把月潜伏的框架设计呢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争取用一条视频给大家讲解清楚。那肯定不让大家带着任何疑问走出视频的。那顺带提醒下屏幕前的社员者们，月潜伏还会追加测试资格，填写过信息的社员者可以多多关注后续的消息，名额有限，无论大家是否参与到测试中来，都欢迎随时把所有问题通过弹幕或是留言的形式表达出来，我们都会认真的评估和改进的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正题吧。那接下来我们会从月潜伏的武器与装备养成、经济系统、社交与休闲玩法和赛季制度这4个方面来依次展开说明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武器规划。首先，所有的武器和拟态记录皮肤全送，抽卡系统关闭，抽卡道具删除，开服就送初始6把 SSR 武器 ，T 奶 C 分别2把，玩家可以不做选择题，自由灵活地选择偏好的职业。随后每天再送出1把 SSR 武器。此外呢，还有海量的外观通通送，我们会在每个版本中投放 UP 碎片，打 BOSS 掉落和体验日常玩法都能免费收集合成，包含了大家喜欢的拟态高定、玩家时装、米娅时装、限定载具、限定饰品、绝版3件套等。以首个赛季为例呢，开服即可迎来这些限定外观 UP， 能看到很多人气款时装，比如使命、水果樱桃、学院时代等等，还有大家都很爱的沙漠探索和星辉，也可以通过赛季活动免费获取。如果收集到的外观碎片有重复的，或者不那么喜欢，也可以选择上架交易行，也还能获得额外的收益。没错，那各种外观有了，想要出片还有个好消息不得不报，塔塔的拍照功能又进化了，拍照系统支持在动作播放过程中定帧成片，可以自由拖动进度条快速定位。此外，大家可摆的动作姿势也在高频上新。目前测试服已经拥有了部分人气拟态的同款待机。总之，希望大家都能拍出更多有意思的塔神照片啦。那接下来我们依旧聊回武器吧。第二点是武器的养成。武器养成不用再单独升级升星了，抑制系统也删除了。新的强化系统可以解锁各个星级的被动和抑制效果，而且只需要多多参与大世界以及各种活动玩法，就能够获取武器强化材料，轻松打造多把毕业武器。提到大世界的话，那我补充一点，月潜伏地图不再设置世界等级，所有地图的怪物为固定等级，需要玩家养成到一定程度再去挑战高等级地图，同时呢就能获得对应等级的装备啦。说到装备，我们也同样删除了升星功能，对随机属性部分进行了重构，降低随机性，并加入装等概念和穿戴等级的要求，并且还设计了更多样的装备拓展玩法，让装备的搭配更加丰富。关于长线养成呢，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高阶材料的获取方式。万一我厄运缠身刷不到，那该如何是好呢？月潜伏大部分稀有的材料呢，我们全都支持交易。接下来我们就详细介绍一下经济系统吧。我们将开放全新的经济系统，货币除了钛金与墨金外，新增了流通墨金。流通墨金可以通过交易物品或者拍卖分红获得。是的，流通墨金仅限交易行及拍卖行使用。大家通过交易行可以收买各种日常获得的强化材料、外观碎片、装备和元气等，或是直接从其他玩家手中购得。下面说一下拍卖系统，玩家击杀世界 BOSS 或者参与工会 GVE 等玩法，最后作战掉落的奖励都会触发系统拍卖。在拍卖系统中，玩法产出的重点资源会先公示再竞拍，价高者得，最终玩家的成交金额会转化为流通墨金，分给全体参与的玩家。另外，对于所有交易和拍卖物品，系统呢都会自动生成价格区间，形成天然的性价器。系统也会辅助监测恶意抬价或任何垄断交易的行为，积极处理，保证拍卖的有序进行。那说完这2块重点，我们来聊点轻松的吧。也是大家呼声最高的
社交与休闲玩法方面的内容吧。社交方面，我们先说工会吧。我们会持续丰富工会的团建活动，比如工会 GVG 的 Battle、Boss 挑战等等。其中月签服还会开放关于道具碎片的专属募捐，工会内部的成员可以发起私人交易，让工会亲友都能为自己的碎片收集助一份力。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的工会活动吗？都可以发送弹幕畅所欲言。之前有不少评论还提到了主城，我们也希望能打造一个供大家休息交互，并且具有归属感的特殊区域。那首先想到的就是云端之上的海加德，作为贯穿了幻塔各个时空的研究组织，我们又为它增设了一系列新设施，像是烹饪锅、制造台等。在换新后的海加德，玩家可以体验不同的休闲玩法。是的，海加德主城每天都会发布悬赏类型的军需任务，提交通过休闲玩法获取的各种生活资源，就能收获不少的奖励。那多人互动的花活也不能少，比如互套 buff，就像通过交互固定 NPC 获取变身道具，然后用道具射击玩家即可送出随机 buff。那好了，社交互动我们就说到这里吧。我们再重点介绍一下生活职业。其实刚刚说到海加德主城会安设烹饪锅、制造台时，相信大家就有所察觉了，这可都是咱们生活必备小工具。目前开放测试还未完全时装，所以趁着节目跟大家完整的介绍一下吧。我们目前规划了探采、捕鱼、烹饪、锻造、元能、驯养这6种生活职业，大家可以选择1到2种进行深造，其中探采、捕鱼、驯养都能够通过消耗体力收获特殊矿物农副产品的。烹饪能将部分材料2次加工转化为带增益效果的美食。锻造及元能职业则是制造最终道具装备的重要手段。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职业来获取多种资源的技能，继而合成强力的道具装备等，满足个人日常需要的同时呢，又可以通过交易售卖小赚一笔。OK， 那说完轻松的社交和休闲玩法，我们最后聊聊月签服的赛季规划吧。我们目前初步规划一个赛季为25周左右。每当赛季更迭时，上一赛季的大部分养成，比如装备属性会重置。赛季内的玩法方面呢，整体的副本数量会做精简，保留下来的玩法呢会加强机制，比如联合作战我们会强化组队合击的玩法，讨伐作战的副本结构我们会做调整，每2个副本会作为一个循序的梯度，分别设置通关奖励。大世界的玩法也有所强化，新增了解线锚点玩法，鼓励玩家在大世界内组队探索和攻略怪物据点，并获得丰富自选奖励。另外，每个赛季我们都会更换不同的养成玩法模式，在保障成长感的同时，丰富游戏体验，也给到新人更多机会追上游戏节奏。希望最终能让大家玩在一起。基本框架就是这样。细节上考虑到不同玩家的需求，比如单刷玩家可以认准主流关卡的单人模式。新人玩家呢，参与组队玩法的时候，将会自动提升至关卡的最低要求。最后，每个赛季都设有赛季奖励，比如专属外观排行榜称号等等。那首个赛季的奖励外观可以先透露2个，有尾巴会晃动的可爱猫咪围脖，还有帅气飘逸的红分披风。这部分介绍的呢也差不多了。如果屏幕前的大家有什么想问的，可以打在弹幕或者评论区，之后我们会通过共研进度报告的方式给出回复。大家有什么批评指正，或是脑洞畅想，都请发表弹幕或留言，这对我们真的很重要。最后，我们想借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先为大家吃颗定心丸，尤其是回溯服的大家，请放心，回溯服转正式服不仅会保留大家所有的投入与所得，还会实打实给到战力相关的额外补偿。回溯服升级月圈服也会努力保证玩家在新经济系统下的等值1:1。另外，纠结正式服转月圈服的大家也请放心，转服后我们依旧会保留原有在正式服的角色的全部数据。转服方案的更多详细内容，辛苦大家关注稍后的官方动态，我们会详细说明转服规则，并且一一列举转化道具、类目与价值，力争完善令大家满意的最终方案。那今天节目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塔塔的包容与理解。今后的幻塔将是再一次进化升级的塔，但我们的目标始终只有一个，希望大家能在这里找到独属于你的乐趣。
希望大家能带上更多的幻想去冒险。没错，那下次再见了。大家有机会再见。